I've been on that high grade, that gasoline. You should see my schedule, the summer dip. I don't have no time for you, no time for me. You should see my days now, no time to sleep. You should see my Friday night, how it goes now, how it goes down. Dollar bills in these hoes now, that'll go down. I make bands now. 嗨，大家好，请不要介意我又穿着睡衣，因为我没有要出门，所以我就不想换衣服，这样还要多洗一件衣服，很麻烦。虽然没有要出门，但我还是拍了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因为想说有点久没有拍这种边讲话边化妆的影片了，就是全妆哦，完成全妆，从底妆开始，然后到眼妆、唇妆全部完成，都是边聊天边进行的这样子的方式。这个妆会用到还蛮多新买的东西跟刷子，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妆是怎么画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OK， 首先我先用菜瓜水擦全脸。先跟大家道歉，我知道我的上一支影片的光源怪怪的，你们应该有发现，就是整个光线很暗，很奇怪。但是因为我上一次在拍照的时候，把那个光线调到-1，把亮度调到-1，然后我要录影的时候忘记调回来了，所以整个画面很暗。我也是在剪接的时候才发现，对，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如果现在背景一直有个杂音的话，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因为冷气就在我的旁边。接下来用自白肌的化妆水，我现在都把这个自白肌的特浓保湿化妆水当成精华液在用，因为它是稠状的。接下来用 The Ordinary 的植物型的角鲨，不小心挤一个太多。好的，妆前保养就这样子。然后今天要用的打底产品，妆前打底产品我要用 Maybelline 的，中文是什么我完全忘记了。今天用的粉底是 MAC 的 Studio Fix 粉底液，这个其实我好几年前有买过，然后我以前很爱把它跟露华浓的 Color Stay 粉底液混合着用。在以前我很喜欢它的妆感，我觉得很雾面，然后很持妆。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让我致粉刺。但是这瓶公关跟我说他们有改过配方，有更新过，所以我不知道用了会不会跟以前一样会致粉刺。今天是我第2次用，然后我要搭配的刷子是 MAC 的170。这个粉底刷很好用耶，虽然头有点小。但是其实是因为我脸太大，如果你的脸蛮小的话，用起来应该是刚刚好啦。但是我希望它的刷头可以再大一点，就是一直用按压的方式上妆。这瓶的粉底如果跟 Marc Jacobs 比起来的话，它的遮瑕力算是中上，还是没有办法到像 Marc Jacobs 那么遮，因为 Marc Jacobs 实在是太遮了。基本的一些泛红什么的，通通都遮得掉。但是比较深一点的那种色素沉淀型的痘疤就比较难遮。我刚好像忘记讲到，我用的这个颜色是 N18，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有18这种颜色，因为我一直记得他们的颜色就是你知道15、20、25那种在挑的。这颜色跟我还蛮合的，我觉得公关很厉害，很会挑颜色哦。然后我昨天是第1次用嘛，我昨天自己去逛街。就用这个很热，然后流了超多汗，也一样很持妆。所以我今天想要再测试一次，看会不会长怪东西。如果用了几次都确定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要回到这瓶的怀抱了。有中上的遮瑕力，然后妆感又是半雾面的，持久度也还不错，我觉得有机可以去试试看。既然今天都用 MAC 的粉底液了，那我就来用 MAC 的 Prolong Wear Concealer。有点久没有用它，因为我最近都狂用我的 Tarte Shade Tape。然后我今天用的眼下遮瑕刷是我前一阵子收到的 Sigma 的公关品，这是他们新出的 Edge Kabuki， 形状长得超特别、超奇怪，是三角形的，所以用来上眼下遮瑕超棒的，就是一直用按压的方式。它上出来的妆感就跟我最爱的 Morphe G2 差不多，就是那种超级高遮瑕力。
接下来我用 NARS 的 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 遮眼下黑眼圈最深的那一条线，用一点点就好了。我还是持续的在爱用这个遮瑕膏。接下来我要定妆，用 Maybelline 的 Fit Me 粉饼 ，as usual， 颜色是最浅的 Transparent 还是 Translucent， 反正是一样的。用的刷子是洛丽塔家的跟瑞艾的合作款04，这是我近期最爱拿来定妆眼下的刷子。它本来是拿来上打亮高光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对我来说太大，然后我就把它拿来上我的眼下遮瑕定妆，发现超好用。这支是灰鼠混羊毛，所以非常的软，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扎，我超喜欢。这个形状也能很好的上到这个地方，超棒。我很常被问到为什么一张脸要用到那么多不同的粉，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会用 Maybelline 的 Fit Me 定妆眼下，是因为这个颜色很浅，它可以很好的做提亮，但是它的控油能力不好，所以我不会想要用它定妆我其他比较容易出油的 T 字部位跟鼻翼两侧，所以这些比较容易出油的部位，我会用另外的，我觉得比较控油，然后也有那种修饰毛孔功能的粉。我今天要用 It Cosmetics 的 Bye Bye Pores 粉饼，我终于买了一个正品的，因为我之前都是一直用这个 Sample Size， 但是我发现它的粉质不太一样 ，Sample Size 的粉比较松，比较好取粉，然后正品的粉压得很实，就是你要沾粉沾得比较大力，才有办法把粉取起来。所以就用这个粉定妆那种通常毛孔比较粗大的部位，像是鼻翼两侧啊、鼻子。我觉得这块粉也有不错的控油效果，就选择用这块定妆我的 T 字跟鼻翼两侧。那最后还没有上到粉的部位，就剩下脸颊这边还有额头两侧，这边都是我比较不容易出油的部位，所以我就要用一块妆感很漂亮，但是没有什么控油效果的粉。这个是 MAC 的 Next to Nothing Powder， 这块粉饼我超喜欢。我觉得干肌、混合肌都会很喜欢。油肌的话，不要把它拿来定妆你的那种比较容易出油的 T 字部位，像是脸颊这边不太需要控油的地方，妆感很清透、很自然，然后又有微微的光泽。然后刷子是空山新语的15，它是有点波形的这种形状，抓粉力、取粉力超好，而且它不是只有一面能取粉。我刚才摔了我的 MAC 粉饼，竟然没破，而且我摔超大力的。Oh my god！好，我刚刚讲到哪？就是你以为它只有这边这个波形的地方可以取粉吗 ？No， 它连另外一边都有取粉面积，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所以它是不仅这边可以上，你也可以翻面用这边。这次我没记错的话是提纯细光风羊毛，我用是觉得不太扎啦。如果你的皮肤很敏感的话，我就不确定了。这样子我的底妆就完成了。我总共用了3种粉，就是眼下，然后 T 字部位跟脸颊这边不容易出油的地方。今天不要把鼻影跳过录进来好了，难得吧？今天我用 Palladio 的眉粉好了，因为好像每次都是用 Kevyn Aucoin Medium， 用洛丽塔的极地07，先画出鼻头的这个阴影。然后再沾一次粉，画出你的鼻梁。我知道好像有一些人在反映说，这支刷子洗了之后就会蓬起来，就会失去它原本的形状了，就是那个尖头就会不见了。但是其实你只要洗的方式正确，它还是可以维持这个形状的。因为我已经洗了很多次了，因为我发现我也还没有拍过洗刷子的影片，所以我在想说可以来拍。跟你们分享什么样的刷子要怎么维持它的形状，怎么塑形，然后什么样的刷子适合炸开的形状，要怎么把刷子洗炸，让它变得很蓬很好用。我好像又忘记讲解了，反正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详细的鼻影的教学。接下来用 BBIA 的3号薏米画我的鼻头。
鼻影完成，接下来我要画眉毛，眉毛我要直接跳过，因为我最讨厌画眉毛了。今天眼影我要用 ColourPop 的 Yes Please 眼影盘，里面长这样，大家应该都看过。我本来是没有想要拍这盘的分享，但是实在太多人敲碗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些暖红色系，怎么拍怎么画都会有点像我以前已经拍过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意愿想要拍。可是我最近实在是非常非常喜欢用这盘，很常用，然后又一堆人在敲碗，所以我就想说算了算了，直接来分享好了。那我要先用这个黄色。用一支晕染刷把这个颜色画在眼窝的地方，当成眼窝色。接下来我用这个橘色加深，从眼尾7字开始着色，然后晕染上去眼窝。接下来我用这个红棕色，这个红超美爆美，我超爱这个颜色。对了，这盘眼影我不会做很详细的心得啊那种试色影片，因为我觉得网络上已经一大堆那种试色了，再加上我之前有拍过 ColourPop 的单颗眼影的 review 心得，我觉得粉质就是差不多，所以我就不打算要再做这盘的 review。粉质一样好晕染，非常的显色，我超级喜欢 ColourPop 家的雾面眼影，我超喜欢这种配色，有一种很像芒果的感觉。接下来我要用这个最深的咖啡色，加深我的眼尾7字。眼皮的颜色我要先用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金色，画在眼皮的中段，然后把它跟雾面色衔接好。接下来我要沾这个比较浅的金色，把这个颜色画在眼头的地方，不是眼头啦，眼皮的前段跟眼头。我一样要把刷子稍微喷湿。哦，这颜色喷湿之后美炸。再用上一支沾这个比较深的金色的刷子，把它们两个衔接好。因为我今天没有要追求一个 cut crease 的感觉，所以我是要稍微把 crease 的这个地方线条晕开一点点。下眼影我要先用这个红色画在睫毛根部。接下来用这个橘色把它晕开，这盘眼影真的好晕染到炸，我真的很喜欢这盘。接下来我要沾这个黄色，晕染在这个橘色的外围，让它从红渐层到黄，就是一个红橘黄渐层。最后我再沾这个浅金色。OK， 这样眼影就完成了。接下来画内眼线，我用 Mercier 的梦露笔。这个黑色我最近非常的喜欢拿来当成眼线胶笔，画我的内眼线。画眼线我用 NYX 的 Matte Liquid Liner， 这已经是我的第2支了，我已经用完1支了。超黑超雾面的黑色眼线液。接下来我要戴假睫毛，今天用的睫毛是 Coco Lashes 的型号 Goddess。把假睫毛戴上去之后，我会用一点假睫毛胶刷在真的睫毛上面，不用很多，一点点就好了。然后把真的睫毛这样往上推，让真的睫毛附着在那个假睫毛上面，这样就不会有这种2层睫毛的感觉。然后因为可能干掉之后胶会有点白白的，那我就再用一层睫毛膏，随便一个睫毛膏都可以，稍微把它刷黑一点。然后呢，再用刚才的 NYX 眼线液补一下睫毛根部的地方，
接下来下睫毛一样，先用 Kate 的睫毛底膏。完成之后，我要上 bronzer， 今天用 Physicians Formula 的 Butter Bronzer， 然后我要搭配我近期最爱用的修容刷 Bronzer 刷，这支是洛丽塔的极地02，是一支斜角刷，就觉得这个形状画这个修容 Bronzer 实在是太好用了。我也都会修饰我的额头两侧这边，因为我觉得我这边很宽，所以我都会特别修饰加强这边。接下来 contour 我要用 Ingla 505，搭配的刷子是洛丽塔跟瑞爱的合作款03一字修容刷。接下来换一支圆头的修容刷，沾一样的 Ingla 505，修饰我的下颚。我发现我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洛丽塔家的刷子，因为洛丽塔跟晴致目前是我最喜欢的两家淘宝刷具店。腮红我要用我昨天新买的 Sweets 的腮红06号，刷子也是新买的美妆堂的腮红刷。哦，这颜色超漂亮，就是那种我很喜欢的裸色。这支刷子我也很喜欢，上脸超级舒服，摸起来比白凤堂的羊毛还要滑，都是细光风羊毛，但是跟白凤堂的比起来又更滑。如果你喜欢白凤堂的 J110的话，你一定也会喜欢这支。刷型基本上差不多，这支的刷头再大一点点。喜欢，好好看。接下来打亮我用 NYX 的 Duochromatic Illuminating Powder 04号 Snow Rose， 它是一个粉粉的偏光，然后搭配的刷子是珠宝堂 T 系列的 T6， 它其实是眼影刷，可是我当初买来我就是想要把它拿来当打亮刷的打亮高光刷，因为我知道它很大支，很多人都嫌它拿来当眼影刷太大了，所以我就知道拿来当打亮刷一定会刚刚好。如果你也有买我很爱的艾诺奇 M210 的话，你应该也会喜欢这支，虽然价格差很多。But 如果你想要感受更好的羊毛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珠宝堂的 T6， 它的刷型比 M210 更紧，抓粉力更强。有，yes。虽然我已经有很多这种偏粉的打亮了，但是你知道的，打亮永远不嫌多啊。接下来我要把我嘴唇上面的护唇膏用一张湿纸巾擦掉。这步骤可以顺便把一些粉底液啊、遮瑕、死皮什么的都擦掉，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平滑的底，可以上后续的唇彩。唇彩我有点想用 Kylie 的 Birthday Suit。好，就用它，不管。我要先用 MAC 的唇线笔，所以要 strip down 描唇。这样子妆就完成啦，接下来要把头发拆掉。这样这个妆就完成了。虽然我觉得这个妆还蛮无聊，但是真的很多人一直敲碗我用这盘画，所以 here you go。
如果你很喜欢暖色系的话，这盘真的可以买。粉质非常显色，好晕染。虽然有一些珠光色还蛮飞粉的，我觉得刷子沾湿的话会比较好 work with。但是总体来讲，这盘真的很好用，很好用。我觉得应该会还蛮适合新手的，因为真的很好晕染。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那就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妆。就这样喽，拜。